这小子怎么也厚着脸皮来凑热闹？满身反鬼浊气，一看就是个没灵根的废柴。凡人就该老老实实下地干活去。真以为逆天宗是收破烂的吗？凡人怎么了？凡人只要找对微规则，也能掀翻你们的桌子。穿越3年，终于把凡间刀术练满级了。系统把凡间刀术点数全部洗掉，将所有点数全部注入残缺炼气诀。怎么回事？哪来的护体罡风？他身上怎么会有灵力变动了？这绝对不可能！现在我还有资格站在这里排队吗？前辈您请上座。晚辈宁日前来参加入宗测验，区炼气3品，气息倒挺霸道。把手贴上测验石碑，切记不许用灵力抵抗测验。晚辈明白规矩。奇怪，怎么迟迟没出评级结果？难道我强行洗点作弊被看穿了？我去，这测验石碑怎么会灵气失控？什么鬼东西？这石碑竟然成精了！你才成精！你们全家都成精！你到底是个什么怪胎啊？你把话说清楚，谁是怪胎？就是你！你明明就是个灵根残缺的废物！灵根残缺？那他这一身炼气修为怎么来的？何止是残缺，简直是修仙界的灾难！你这小子浑身的穴窍全被堵得死死的，里面装的全是硬邦邦的结石。你这破体质，差点把老子装备的道心给搞崩了！你简直是胡说八道！穴窍满是结石，这绝无可能！放手！你想干什么？说，你这身伪装的修为到底是从哪儿偷来的？你敢跑来我们逆天宗招摇撞骗，你是找死！好胆，经脉闭塞，穴窍满是结石，这等必死的废身体质，绝不可能炼气。说，你究竟用了什么魔道邪术窃取修为？我没有，我只是偶然捡到一本残缺功法，一觉醒来就突破了。既然你不肯说实话，那就去死吧！周常长老，你怎么来了？这小子有古怪，我都听到了。穴窍结石还能炼气，太有意思了。又来一个！今天这经脉算是被看光了，简直是妙不可言。妙，他这体质明明是死缓，哪里妙了？你不懂，他虽然灵根残缺，漏气严重。哎呦，长老，疼！但他满身的结石，刚好把漏掉的灵气全堵死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完美锁死灵气。这是万中无一的先天修炼圣体呀！周长老，你莫不是疯了？这叫圣体？这明明就是重度肾结石加胆结石。我说是就是，这小子非常符合我宗逆天理念。别人修仙靠灵根，他修仙靠结石，这就是打破常规。小子，我看看你，跟我走。多谢周长老赏识，晚辈必定不负所望。周长老既然要保他，那出了事你自行负责。周常长老，卑师兄这是在做什么？他修的是奇物逆天道，正装石碑感悟天意呢。先别管他，宁日。你想入宗，还得过我这一关，请周长老明示。这西灵术乃是我结合诸多古法独创的秘术，我要测试你的学习能力，证明你配得上圣体之名。晚辈明白，这就开始参悟。这功法有点意思，竟是靠给穴窍加压来强行吸纳灵气。这什么坑爹玩意儿，竟然还要付费解锁？周长老，这后面的内容我看不见啊。废话，功法阁的规矩就是花钱看书，不过第一层的内容是免费的，足够你用了。行吧。免费的我也能练，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半个时辰内你若连这第一层都练不成，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什么先天圣体，而是潜入我宗的魔道奸细。到时候我会亲手将你格杀。半个时辰足够了。基础点数太少，不够保险。既然免费的能练，那就全薅走。这本不错，收了。这本也是，免费的都给我拿来。白嫖才是人类之光，全部转化为自由点数。全部砸进西灵术，竟然触发了魔道变异，这运行路线简直是强盗逻辑。不过正合我意。半个时辰已到，是生是死，就看你现在的表现了。请周长老指见。开！怎么可能瞬间贯通七窍？这等恐怖的吸力，果然是圣体。见鬼！
这小子在干什么？你连老夫的灵力都敢吸！给我停下！长老，这功法有点上头啊，我也不知为何会变成这样。你这根本不是我教的吸灵术。好小子，你竟然优化了老夫的功法！这种连活人都能榨干的暴力逻辑，太妙了！你简直就是为我逆天宗而生的天才！这是正式试炼的令牌，哈哈哈哈！老夫破格准许你参加。多谢周厂长成全。先别高兴得太早，小子。接下来的正式试炼名为问心，主持试炼的是那个性格最古怪的寻藏。他的试炼死亡率可是10不存1，好自为之吧。故弄玄虚的偏门试炼，看本皇子如何破局。哎呀，这还能现场让大家看啊？仔细看，这可是收集考题的好机会。梁小友，问心试炼正式开始。老夫问你，陪伴你最久之物是什么？自然是我娘留给我的玉佩，此物我从小佩戴，从未离身。哦，既然相伴如此之久，那若让你选道侣，你可愿娶这玉佩为妻？长老莫不是在消遣我？玉佩乃是死物，怎能结为道侣？简直荒唐之极，不可理喻。连一块死物都不肯接纳，如何接纳天地诡异？说明你这人冷血无情，不懂感恩。我堂堂皇子岂能与死物同流合污？无情无义之辈，试炼失败。一群不可理喻的疯子！这种破宗门，本皇子不稀罕。娶玉佩当老婆，这算什么淘汰理由啊？这考题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吧？俺不怕，俺来试试。高小友，你这般魁梧，修仙所求为何呀？俺要出人头地，然后回去娶俺媳妇儿。哦，你竟然已经有道侣了？是俺爹妈在老家给俺定的娃娃亲。这儿女情长，给我滚下山去！不收俺就不收，打人干嘛呀？哎，这宗门的脑回路全都是反人类的吧？他们根本不讲基础逻辑，全是诡辩。下一个试炼者，宁日。横竖都是一刀，死就死吧。预备弟子宁日，拜见荀长老。宁日，你的背景资料老夫都已经看过了。听说你极度理智，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是吗？长老过誉了，弟子不过是略懂一些求生之道罢了。好一个略懂求生之道！在这诡异横行的世上，凡人皆苦。你要仔细想好，再回答老夫的问题。你最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老邓在挖坑，绝不能顺着他的诡异逻辑走。回长老，是一只陪伴我多年的小猫木偶。哦，既然相伴多年，感情定然深厚，那你可愿与这小猫木偶结为道侣，共探大道？不愿。木偶乃是死物，谈何大道？那你所求的道侣究竟是何等模样？自然是一位情投意合，能相互扶持的正常女子。好，老夫再问你，若这位与你情投意合的女子突发恶疾，变成了一个男人，你当如何？修仙界奇珍异宝无数，手段通天。若生恶疾，寻医问药，重新治愈，变回女子即可。若这恶疾乃是天道诅咒，根本无药可医呢？既然无法医治，说明自身气运已尽，留下也是累赘。那便趁其虚弱，将其炼化为阵法阵眼，发挥最后价值。你难道就没有一丝人情味吗？如果这个变成男人的道侣拥有天下无敌的修为呢？他能强行带你成仙，你总该屈服了吧？那我便隐忍蛰伏，疯狂榨取他的修炼资源，待我修为超越他时，再将他一剑斩杀，永绝后患。不受我操控的仙缘便是隐患，理当除之，有何不对？你居然连仙缘都能拿来算计，你这算什么修仙？修仙本就是掠夺资源，
理智才是生存的唯一法则。那如果你的小猫木偶活了过来呢？它变成了一个千娇百媚、惹人怜人的猫妖。他向你索取爱意，甚至愿意为你去死，你总该动心了吧？木偶成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会立刻剥夺他的妖丹，拿去换取极品灵石。你这种人遇事只会权衡利弊，算计得失，你这叫极致的理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逆天。只要能变强，何必在乎手段是否疯癫？我的逻辑完美无缺。住口！你这天生冷血的怪物，此人无心，根本不配入我逆天宗。给我滚出山门，永远别再踏入半步！情绪失控，毫无逻辑可言。逆天宗的长老不过如此，性取向绝非考核核心，他在掩盖其他规则，试图用诡辩逻辑击溃我。这种心理博弈太低级了，他肯隐瞒了核心指标。修仙界全都是等价交换，没有宗门资源就找散修，高红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去他老家掏出散。少侠救我，我什么都可以给你。这拙劣的演技又是局中局，什么都可以给，功法也行吗？行吗？小子，想英雄救美？不，我不想插手，我想跟你一起。啊！你说什么？你实力太弱，把握不住，先让我来，然后你来，这叫阴阳调和，懂不懂？这小子说什么虎狼之词？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破绽出来了，姑娘莫怕，吾乃金色仙宗梁成道。刚才那番粗鄙之语，并非真心，全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少侠真是智勇双全。不过规矩就是规矩，金色门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不能免费救你，否则因果难断。把你的炼气诀借我一关，只要看看功法，看一眼这桩因果便算料尽。少侠请看，此乃我的修炼法门。系统启动，残缺功法瞬间补完，终于拿到完整的修行基石了。好一个外冷内弱的好儿郎，为了圆那个不免费的谎，竟被迫假装勒索，只求一关功法。此等逆天之心，绝对是满级。多谢姑娘，报酬我已收到，就此别过，后会有期。无耻败类，竟敢冒用我的名号招摇撞骗！今日我必将你碎尸万段！借个马甲而已，何必这么大火气？你们到底谁才是真的少侠？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办事得讲逻辑。他刚才对我感激涕零，但我根本不为所动。我自称是金策仙宗梁成道，坚称救人绝对不能免费。我用无懈可击的圆谎逻辑，强行要了他的功法作为因果补偿。这一套完美的利益交换闭环，简直是金策门规的教科书级演绎。你不仅不谢我，还要砍我，这不符合逻辑。无耻狂徒，门口歪理邪说，今日我必斩你这败坏门风的贼子！既然讲道理听不懂，哼，那就只能用降维打击了。把这些没用的杂学点数全部转化为修仙底蕴，给我洗掉残缺，全部加满。这怎么可能？没有打转周天，他没有吞服任何天才地宝，他只是刚才扫了一眼那卷基础功法，他身上的禁锢居然被强行撕裂了。无视天地间诡异的规则，用唯心意志强行重组修为逻辑，满级，绝对是满级的逆天五行。元气4品、6品、8品，不可能！他的修为怎么还在飙升？顺达巅峰的感觉，真是简单又粗暴。现在你还要不要跟我讨论一下冒名的因果？好小子，白嫖了老夫的功法，还敢在老夫的试炼场里装大爷！天才又怎样？不让你吃点苦头，你就不懂尊师重告！给老夫动起来，让他见识一下逆天宗的待客之道！疯了！这是超越试炼强度极限的自爆反击！快跑！这股力量足以把我们撕成碎片。逻辑不通的狂怒毫无意义。这就结束了，一击秒杀。你突然无端自爆，严重浪费了我宝贵的镇压灵力。不仅如此，你刚才狰狞狂暴的模样，对我的幼小心灵造成了不可逆的严重创伤。放屁！
简直是一派胡言的放屁！老夫精心炼制的傀儡被他当脚垫踩，他还敢说自己幼小心灵受伤，竟然还要珍惜术法！老夫今天非得降下天雷劈了这无耻小贼！这出戏老夫看得很是有趣。莫老头，消消气，你若是现在劈了他，这试炼可就成了全宗的笑话了。他公然敲诈勒索试炼目标，这算哪门子的试炼逻辑？他可是打着利益交换的堂皇旗号，逻辑形成完美闭环，根本无懈可击。你若是不给，岂不是当众砸了金策仙宗的招牌，也亲自打碎了你设下的规矩？看来薅羊毛到了系统承受极限，幻境自动解除了。无耻狂徒，你我的名号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肮脏勾当？你这无耻狂徒，竟敢顶着我的名号干尽敲诈勒索的龌龊事！梁道友，此言差矣。我非但没有败坏你的名声，反而在帮你弘扬天理。弘扬天理？你趁火打劫薅尽了试炼的羊毛，这也叫天理？你金策仙宗的规矩，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又如何？等价交换乃我宗立宗之本。这不就结了？我在幻境中救死扶伤，耗费巨额灵力。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我收取点功法作为补偿，有错吗？有错吗？我大声报出你的名号，是为了让全天下都知道你是个绝不吃亏的真君子。你为了让我不吃亏，所以你去抢劫，一派胡言！你这是在偷换概念，炼气巅峰！你一个散修怎么可能进步这么快？很好，刚才勒索来的功法器械，梁道友，动手之前不妨先看看场合。肃静！试炼已然结束，谁敢在此喧哗生事？本次逆天宗入宗试炼，老夫已全程查阅了尔等表现，有人循规蹈矩，有人自作聪明，修仙一途本就是与天争。逆天宗果然是讲道理的好地方。接好你的身份令牌。有了这种身份，这修仙界庞大的资源系统将任由我重建。既然试炼结束，那在下就先去熟悉宗门环境了。各位回见。无耻淫贼，毁我情誉还想一走了之？今日就算是长老阻拦，我也要将你斩于殿下！够了，长老，他欺人太甚！逆天宗内岂容私斗？哼，明日你真以为老夫在夸你？长老明鉴，弟子一向遵纪守法。遵纪守法，老夫今天就让你原形毕露！哼，想走？问过我手里的刀了吗？因果未了，逻辑未毕，道友就这么走了，不合规矩吧？你这分明是敲诈勒索！我乃金策仙宗出身，我们讲究等价交换，童叟无欺，留下买路财，我就放你一马。我要是不给呢？那这试炼逻辑就得崩盘，诡异气息一旦泄露，你担得起吗？你要什么？随便给点核心功法就行，我不挑。只要我给了，你就放我走。只要你给的功法我没学过，我这人最讲信用，立刻放弃。可我怎么知道你学没学过？这还不简单，学没学过我录一手便知。只要我录不出来，就证明我没学过。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这是我珍藏的炼气技法大全，由定宗监宗师撰写，你绝不可能学过。算不算我哪知道？我先看看。我的玉简，你看懂了吗？就敢毁掉？这玩意儿太简单了，我早学过了。一派胡言，这极其复杂深奥，我看了5年都没明白，你敢说你学过？真巧，写这书的莫前世是我家亲戚，他小时候还抱过我呢。你放屁！莫催道根本没有亲戚。废话少说，看好了，顺悟前兆，这是焚天起火，你竟然瞬间领悟了！这小子的悟性简直是个怪物。看清楚了，换一个，拿点真家伙出来，别投破烂糊弄我。你这是在逼我！若逻辑崩溃，试炼必定毁于一旦。给你。这是最高级别的私人绝学，拿了快滚，别再折磨我了！多谢道友慷慨解囊。明日，你真是好手段呐！为了保住试炼，老夫被迫交底，但你也彻底暴露了你的底牌。从这一刻起，你的一举一动都将进入我逆天宗最高级别监控。这是最高绝学焚天篇，市面上绝对没有流通。这可是能将天道炼作法宝的残卷，我不信你连这个都学过。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真是个绝世天才？废话少说，拿来我看看。好东西，系统给我通通拉满。就这，换一个。
内容太浅，我早学过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老夫，这是顶尖高人的毕生心血，常人看10年都入不了门，你看一眼就能学会。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我得给你开开眼了。入围级清火，你竟然真的学会了？那是老夫要传给关门弟子的，你怎么可能瞬间掌控核心？下一个拿不出新花样，试炼就崩了。这小子不对劲儿啊！上次学西灵术用了半个时辰。 原来他当时是在装傻，真是不世出的变态天才！老夫果然没看错人。我的焚天片那可是我呕心沥血的绝密呀！老夫的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不仅被他白嫖，还被彻底鄙视了。莫老头，你这就叫送货上门！闭嘴！老夫那是为了试炼逻辑完整，你连小子一个压箱底的宝贝都掏干净了。我看你分明是想强行收徒，胡说八道！老夫绝不认账。长老们为何这般看着我？我只懂一点点皮毛而已。这控火诀确实不怎么难。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火中竟然带有侵蚀特性，连空间和诡异都能直接腐蚀。他现在明明只是炼气期呀，你懂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呀？这火焰能越阶熔炼筑基矿石，他打破了炼气界的万年铁律。老夫的理论果然没有错。越阶熔炼，你真做到了，一点微末伎俩罢了。按照我们的逻辑闭环，你刚才的试探无效，请交出下一门绝学。你休想，绝对不可能！焚天片是老夫是高人的不传之秘，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看来你还是不懂变通。既然你不守信用。 那我就只能物理超负你。等等，我给还不行吗？这是克阵之法入微，对神识要求极度苛刻。哼，我不信这个你也能看懂。内容太粗糙了，换一个。这玩意儿我8岁就学过了。我不信，这是养炉之法倒养，给我学，学不会就去死。熔彩之法红炉点血，学过了。 换下一个塑形之法鬼斧神工，学过，手法太老套了。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还有没有更实用的？比如废弃法宝怎么翻新卖钱？进货，黑岩城的鬼市找瞎子李，报我的名字打8折，连进货渠道都报出来了，赚翻好。继续说，别停，把行业潜规则都说一遍。莫老头，你给我适可而止，别碰我，老夫正在兴头上。你这叫试炼，你这叫义务教育。炼气基础养炉点火熔材，你连2手法宝回收都教了，你这是在当众收徒，还倒贴行业经验，你还要不要脸？你放屁！ 谁倒贴了？是他先污蔑老夫的名声。他说我是他亲戚，这是造谣。传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他们会以为宁日是关系度。我必须找到他学不会的技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老夫的清白。你可拉倒吧！你分明是在憋笑。大家看看他那副护犊子的嘴脸，我看你恨不得把家底都掏空。胡说！ 老夫道心坚如磐石，今天必须让他知道天高地厚。哎，别跑啊！我的教材，进货商的联络暗号还没说呢。这就结束了，我还没学够呢。莫老头，你这山贼跑得挺快呀！ 再不跑，你连底裤都要骗光了！你这个混账东西，老夫要杀了他！这小子欺人太甚，老夫要劈了他！莫长老消消气，大局为重，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试炼已经结束，该宣出结果了。莫长老若是再闹，宗主那边不好交代。宁日面对极强的求师欲和应变力，综合评定位列本界第1。宁兄弟，你太牛了，连长老的羊毛你都敢薅，我服了！基本操作无需声张，可惜那个进货暗号没套完。 也不知道黑岩城打8折的口令是啥。宁世之，那个人好像对你有敌意。宁兄弟，不用管他，无能狂怒罢了。现在发放弟子服饰，前途无量啊！以后多关照，都给我站直了，精神点儿！恭喜你们入驻金辉园，开始修仙之路。性命交修的宗主，这手感，这造型，真像个智能手机。周场主，这是什么法宝？好生奇怪。这是你们的地天宗，想活下去，想获得资源，全靠贡献点。具体能换什么？怎么获取？功法、丹药，甚至呼吸高阶灵气，一切都要贡献点。做任务或者卖材料。当然，如果你们急需，也可以找宗门借贷。 借贷？宗门这么好心，要利息吗？当然要，9出13归，童叟无欺，利息每天结，逾期直接扣除修为抵债。宁日，你要不要先贷个10万点，我给你批？好熟悉的套路，吃人不吐骨头，这不就是披着修仙外衣的高利贷机构吗？哎，话别说的这么难听，这叫提前投资未来。有意思，只要是规则，就存在漏洞。其他人先进园挑房间。高大哥先去，我马上来。 别看了，那令牌里封着点小东西，不该问的别问。现在谈你的事儿。周长老，请讲。之前说你是先天圣体，那是糊弄外人的。其实你的资质实在烂得可以，简直就是个漏风的破筛子。我能站在这儿，全靠宗门栽培。你很聪明，所以宗门给你特批了计划，2个选择：第一，破例让你进内门；第二，去寻一味极品灵药，强行帮你洗髓法骨。长老出面，这等机缘，我要付出什么？很简单，贡献点。你现在是个穷光蛋，宗门可以借给你300年期限，不要利息，怎样？不要利息，好一个无息贷款。
这是买断我300年劳动力。宗门大恩，周长老厚爱，弟子万死不辞。你选哪个？我马上给你办手续。这事关重大，容我再好好想想。长老，这贷款虽好，但我于心不安。宗门看中你的脑子，若选第2条路，长老们去寻药，不知会去何处，可有凶险。若让长老陷入险境，我宁愿不修仙。你小子倒是有情有义。那极品灵疗药交由地盘空间里。诡异空间，那是什么地方？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绝对规则领域。进去之后，你的修为法宝通通没用，你唯一能靠的就是遵循它的规则。只要满足规则，就能活下来。活下来没那么简单，你得找出逻辑漏洞，才能拿到奖励。如果找错了，或者走进死胡同，瞬间暴毙，连渣都不剩。规则漏洞，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游乐场吗？这也太危险了。长老，咱们宗门附近有这地方吗？放心，宗门附近绝对没有。那就好，看来已经被长老们清理了。除非你比他更疯，比他更懂规则。比诡异更疯？这怎么可能？人怎么疯得过那些绝对规则？问得好。所以外面的凡人只能当一辈子蝼蚁。你知道凡人为何能安然无恙吗？为何那些恐怖的诡异不去找他们？因为凡人没有灵力。大错特错，因为他们病入膏肓。每个凡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体内就潜伏着名为凡鬼的东西。凡鬼？我们体内都有诡异？没错。这是一种最底层的规则态，它就像一个无形的严密的牢笼，它完美屏蔽了外界高阶诡异的感知，凡人受它保护，免于横死，终生被禁锢，无法感知一丝仙缘。难怪我能修炼，作为穿越这个世界的霸，那我们这些修仙者，岂不是时刻暴露在危险中？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我们是打破牢笼的疯子。主流宗门是诡异为洪水之火，但我逆天宗偏要反其道而行，我们利用被驯服的诡异夹缝中强行逆天筑基。宗门气魄，弟子拜服，长老教诲，弟子铭记于心。行了，今天说的够多了，那令牌里封着点好玩的东西。好玩的东西，算是个器灵吧，能帮你接任务。回去滴血认主，你自己摸索。恭送周长老。哼，总算不用演戏了，累死我了。算是个器灵，资本家免费发的智能玩具，绝对没安什么好心。这是宗门统一配发的新手无痛针，连无痛采血针都准备好了，这服务真是周到的让人发毛啊！血液基因验证通过，新晋弟子宁日绑定成功。哟，还真是个语音助手。有什么新手福利吗？请宿主立即进行驾驭选择。驾驭选择？什么鬼东西？选项1，服从宗门绝对指令；选项2，接受宗门灵魂烙印。好家伙，全是霸王条款。周印这老狐狸，警告，搁这儿等着我呢。计时10秒。我选3，把你这破烂砸了。警告，遭受未知高阶规则入侵，底层逻辑正在被暴力篡改。拒绝重写，拒绝！干得漂亮，给我狠狠的黑掉他！底层人格逻辑附小完毕，请宿主自定义器灵。跟我玩底层控制，看看你能给我整出什么花样。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逆天宗难道全员精神病？哎，连个器灵都搞成定制陪伴了。我是来修仙的，不是来玩养成游戏的。不过既然被系统洗过了，测试一下这玩意儿的智能上限也不错，就决定是你了。温暖贴心，宿敌。啊，这特效还挺刺眼。好久不见，明日，没想到你也加入了逆天宗。哟，上来就碰瓷。你可真是没用啊！你已经完全追不上我的境界了。也罢，为了我们有朝一日的巅峰论道，就让我来亲手培养你吧。这人设做的也太敷衍了，你也配？怎么？死机了？你的问题过于复杂，令牌未能明白。这就装死，这抗压能力也太差了。行，那我换个问法，你哪来的资格和底气培养我？我自然有这个资格。明日，你不知道我经历了多少。我10年前进入逆天宗，完美通过最难试炼。5年前我出关，已是修仙界第1天骄。你蹉跎太久了，不过既然你福缘深厚落在我手里，我定会让你明白何为修仙。转人工？你的问题过于复杂。行了行了，别念经了。既然你要培养我，那就回答我的问题。行吧，我尽量满足你。诡异到底是什么？算了，你毕竟耽误了这么多年。诡异就是一处充满扭曲规则的地方，不按那些古怪离奇的规则行事就会死。祖师说过，诡异分先天和后天，先天由秘境演变，后天由强者尸身所化。你说的太烂了，我听不懂。你怎么连这都听不懂？你个蠢货！算了，我就再给你说一遍。行，我明白了。驯服诡异又是怎么回事？驯服就是控制，你的理解能力真差劲。驯服诡异没有算卦，有人靠炒菜，只要瞎猫碰上死耗子，对了诡异的胃口就行。懂了，就是卡 bug。那凡人呢？他们不会被诡异困扰吗？你太愚昧了，凡人怎么可能不被困扰？什么意思？凡人的诡异就是终生无法自主获得修仙之法。古代凡人可以捡到功法自己修炼，但现在凡人必须由活着的修仙者传授功法，只有成为修仙者，凡鬼才会破除。不对，这绝对不对！我那本炼气球明明是在垃圾堆里捡的，根本没人教我。如果凡人自带凡鬼，无法自行领悟功法，那我为什么能练成？我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才是最大的漏洞。你疯了吗？也是，像你这种资质平庸的废物，听到修仙界的残酷真相，精神失常也很正常。你真当自己是个腕儿了？我乃逆天宗第1天骄，敢这么跟我说话？是吗？那你算算我刚才在笑什么？哼，
自然是笑你自己的无能。错，我笑你是个智障。放肆！你敢侮辱我！我掌握着逆天宗所有的渊博知识，我能亲手把你这块烂泥扶上墙。你配吗？你说什么？我说你配教我吗？你连我都看不透，还自称全知全能？你不过是个新来的喽啰，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底细。那你告诉我，我的反鬼在哪儿？扫描目标，未发现反鬼痕迹。这不可能，这违背了底层逻辑。你的逻辑闭环崩溃了。不，我是天骄，我不可能算错。吵死了，转人工。逻辑冲突严重，这才对嘛！一个 AI 装什么大尾巴了？宿主指令已确认，信息库检索模式已开启，请提问。给我讲清楚先天诡异。上古时期，修仙界存在无数秘境，这些秘境原本受修仙者掌控，规则稳定。直到天地巨变，未知能秘境率先变异，里面的天地法则彻底崩坏扭曲，他们开始吞噬周围的一切。我倒要看看这诡异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凡是不遵守这扭曲规则的生灵，皆会被秘境直接抹杀。这就是先天诡异。是的，他们由天地生成的秘境演变而来。原来这世界的副本全中病毒了。那后天诡异呢？后天诡异更加凶险。天地异变后，那些不朽尸身诡异能量会主动入侵这些强者的尸体，尸身生前的执念与诡异能量结合，最终形成了一片极度复杂的诡异绝地。死人变成了辐射源，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世界？逻辑全崩了。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行，我懂了。不过无所谓，只要我没有反鬼，我就能打破一切规则。我就是这个世界里最大的清流。你真以为这是好事？你什么意思？你以为反鬼只是锁死修仙途径的枷锁？凡人肉身孱弱，为何能在诡异横行的世界活下来？你是说？没错，反鬼其实是世界给凡人套上的保护罩，它掩盖了凡人的气息，让其他诡异无视他们。而你，一个没有反鬼的凡人，就是一块没有任何包装的极品肥肉。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极品肥肉？字面意思，字面意思，没有反鬼的遮盖掩饰，你在那些高阶诡异眼里，就像黑夜里的指路明灯。极品肥肉是吧？既然我这么香，为什么活到现在还没死？算你运气好，一直躲在凡人堆里，用他们的反鬼气息掩盖了你。这反鬼到底是什么原理？就只是个隐身衣？愚蠢至极！反鬼是天道的诅咒。它屏蔽了所有高阶诡异，同时也屏蔽了天地灵气。凡人终生受困于此，绝对无法自行感悟灵气。一点可能都没有。比如遇到上古大能的传承。传承？那是上古时期的事情了。自从天地巨变，诡异彻底扭曲了世界法则。现在的凡人若不经引导，连功法上的一根线条都看不见。连一根线条都看不见。我不仅看见了，我还无师自通练成了，这绝对违背了世界铁律。凡人必带反鬼，但我却没有，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一个外来者。你在嘀咕什么？被真相吓傻了？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活命的对策。对策？你唯一的对策就是藏好，千万别让人知道你没反鬼。为什么？这不就代表我是绝世天才？天才？在这个疯狂扭曲的世界，你这种不受规则限制的活物是真正的无价之宝。那些高高在上的老怪物，他们做梦都想打破诡异禁锢。一旦你的秘密暴露，整个修仙界都会为你疯狂，他们会把你大卸八块。这个秘密绝不能见光，否则死无全身。好一个欺骗研究！既然藏不住，那就掀了这棋盘。哎呀，我亲爱的宿敌，你这是受刺激太大，疯掉了吗？没关系，等你被老怪物们抽筋扒肉时，我会用最温暖的语调为你唱安魂曲的。装死只有死路一条，唯有绝对的暴力，才能碾碎一切规则。系统调出所有生活技能面板。你对着空气在比划什么？凡间打铁，讲究千锤百炼。修仙炼体
本质也是能量重组。既然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漏洞百出，那我就强行把它们嫁接在一起，将所有杂学点数全部转化为修仙点数，全部砸进焚天篇！你疯了！这是什么霸道的灵气运转？你连筑基都没到，强行引火入体，你会把自己烧成一滩肉糜的！停下！继续，这点压力算什么？剩余点数全部投入。哪有你这样强行重塑经脉的？不破不立，我的身体不需要这破天道来定义。焚天为炉，点血为风，给我破！成了，逻辑重组完美契合，这就是重塑后的力量吗？现在的我，哪怕是内门长老也敢碰一碰。见鬼了！你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天赋？这种恐怖的上位级气息，你真的是那个连反鬼都没有的废物！怎么，不打算帮我收尸了？哎呀，我就知道你命硬！这又是什么花样？警告！警告！最高权限指令强制介入，越级指派，不可拒绝！拒绝！我才刚突破，谁在干涉我的令牌？不知道，这股气息不属于宗门，宗门级任务发布，目标地点落霞城匠心楼，任务要求彻查当地异常诡异波动。落霞城强制指派给我一个外门弟子，这摆明了是个陷阱。快接下他！快点！冰牌的防御机制被击穿了，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躲进去了？被锁定了，根本跑不掉。新弟子感觉如何？周长老好手段，你这气息居然重塑了，果然是我看中的绝世奇才。刚才那只眼睛是什么？落霞城的某种高阶诡异罢了。他顺着令牌的越级指派锁定你了。外门弟子的任务会有这种东西，这是陷阱还是试探？聪明，这确实是个死局。落霞城现在就是个绞肉机，你一个没筑基的新人，拒就是送死。宗门强制指派我无法拒绝，所以你需要我的帮助。签了这份资源借贷契约，我替你平了落霞城的事，还附赠顶级资源，保你一路筑基。哇，天上掉馅饼了，快签啊！这可是长老庇护。利息怎么算？抵押物是什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宗门贡献点罢了，加上你未来100年的绝对效忠。拿我的命去填你的坑，抱歉，这钱我借不起。你疯了？你想去落霞城为诡异吗？你确定？这可是你活命的唯一机会。逆天宗不养闲人，死了可没人收尸。既然入了逆天宗，我命由我。若是实在不成，到时候再说。哈哈哈，好小子，够狂妄！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局。完了完了，惹恼了长老，落霞城任我们死定了。死局，只要数值够高，神也能上。系统调出面板。死到临头，你练凡人无把式。只要是行为，就有逻辑。只要有逻辑，系统就能抓住。我要在这40平的笼子里榨干这个世界的基础规则，洗点全部洗掉。清零重来，肌肉记忆还在，这是没有上限的原始积累。你是个纯粹的疯子。还不够，速度再快点！停！你没把自己练废吧？辛苦我自己了，结算。100点原始积累足够了。落霞城是吧？匠心楼是吧？老子现在就给你们造个爹出来，把所有炼气技法全部拉满。这种级别的规则灌注，这就是暴力破解的快感。怎么回事？数值溢出了，点数没了，被系统吞了。吞噬？不对，这是重组。基础技能点满了，量变引起质变了。撑住，别给我崩溃！系统的底层逻辑，给我镇压它！100点原始积累，不可能推演失败，给我合！天宫残缺版，把几十种基础技法强行揉碎，就挤出这么个玩意儿。没反应，灵力没涨，肉身也没变强，难道100点全打水漂了？异变突生，这是刀的内部结构？不是结构，这是锻造它的底层逻辑。碳含量过高，导致刀刃急脆，这里的灵气传导路径是断的，破绽百出，简直像个漏风的筛子。我能直接修改它的规则属性，这根本不是什么炼器，这是降维打击，是规则权限。传统炼器需要炉火，需要灵材，需要千锤百炼。
但我不需要，我只需要找到你的逻辑漏洞，然后重写它。一把没有任何灵力的凡铁，仅仅修改了晶体结构和受力逻辑，就能斩断寻常的法器，太美妙了。这个被诡异渗透的世界，在我眼里全是可以被利用的漏洞。主流宗门把诡异当祖宗供着，逆天宗那帮疯子把诡异当成进阶的补药，而我要把这些所谓的规则全部拆成零件。只要收集到更多高阶炼器功法，补全天宫的残缺部分，终有一天，连这片天地我都能重新锻造。怎么回事？因果线锁定啊！有东西顺着网线摸过来了，这把我当软柿子捏了。敢窥探老子，那就看你这双眼睛够不够我拆！给我破！连世界底层因果都能触动，你胆子真不小。若不是我及时出手，你连渣都不剩。多谢周长老出手相救。谢字就不必了。宗门不仅替你扛下刚才的因果，我还会派人深入诡异禁忌，为你取来洗髓灵药。无息贷款，这分明是卖身契。你在拒绝我，没有宗门的庇护，刚才那种诡异能杀你1万次。你真以为凭你这把破刀就能活下去？靠别人施舍的修为，借来的力量，终究要还高昂的利息。我自己捅出的篓子，我自己。你哪怕死也不走这条捷径。我宁日修仙，只信自己。不愧是我看中的先天修炼圣体，够疯够狂，这才是我逆天宗的种。这老狐狸果然是在试探我的底线。既然你不要捷径，那我给你一条死路。原本是准备交给内门天才弟子的，但既然你这么有骨气，我破例给你个机会，即刻启程，前往落霞城匠心楼，配合陈星锋大师完成绝世法宝的锻造。只是辅助炼器，只是等你到了就知道了。这任务的奖励是逆天筑基法，外门最顶级的筑基功法，能强行改变天下名有丰厚的奖励，背后的风险绝对致命，这绝对是一个视死无生的死局。诡异的核心残骸，主流宗门碰都不敢碰的东西，一旦触碰，刚才那只血眼就是我的下场。怎么，怕了？怕了就把玉剑还我，滚回金流园等死。我不就是诡异残骸吗？只要它是物质，就有逻辑，只要有逻辑，我就能拆了它。这任务我接了。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敢赌。3天内必须赶到落霞城，去吧，别死在半路上。哪怕是地狱任务，我也要炸出未来。逆天分魂术，周院那老狐狸还算有点良心。奇怪，明明是简化版，怎么没有标注残缺？原来如此，这根本不是功法被删减，而是这门功法本身的底层逻辑就充满了漏洞。按照宗门的设定，这门术法只是在神魂外围造一个壳子，用来在诡异禁地里当替死鬼，暴殄天物。既然逻辑有漏洞，那我就把它补全，那就给你吃个够。强行补完的产物有多强？分魂具，不可思议！不仅是神魂壳子，这具分魂拥有和我本体完全同步的实力，炼器3品的力道分毫不差。虽然力量不能叠加，但用来做点别的事，简直是神迹。落霞城远在万里之外，靠2条腿走过去，任务黄花菜都凉了。必须用这玩意儿。修仙界的打车软件，金策仙宗的大手笔，可惜一口价太贵了，我可没那么多闲钱给他们送。是连接的某种诡异，而逆天分魂术刚好能蒙骗诡异。我的本体用过一次免费打车，但这个分魂，它的气息可是全新的。输入灵气，打入手中。干得漂亮！财大气粗的金策仙宗，你们的羊毛我薅定了。这只是一次小测试，等到了落霞城，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让我看看首单免费的排场，真够刺眼的。这金策仙宗真是富得流油，不知道非洲外壳能不能拆下来。融了炼器肯定不错，这司机技术不错。金策出行接行人罗克，尊贵的新客人，欢迎选择金策祭礼，金策仙宗伴您畅游天地。请问您要前往何？前往落霞城。怎么是你？道友，我们认识吗？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上次在我船上练了一路刀，全程没停过。你不是那个宁日小友吗？道友，你认错人了，我叫宁月，我是宁日双胞胎弟弟。双胞胎弟弟？你当我是瞎子吗？连灵力波动都一模一样。双胞胎嘛，难免的。你这系统都说我是新用户，这破烂玩意儿坏了吧？他明明是老客户。逆天宗的混蛋，你们就喜欢用分魂术骗我们金策的首单免费。哦，还有这种操作？贵宗的防御系统看来有漏洞啊，连个分魂都识别不出。你简直欺人太甚！怎么？金策仙宗要拒载，还是说你们要店大欺客？居然被一个练七的小子拿捏了！宁月道友请登舟，金策祭礼竭诚为您服务，这才对嘛！服务行业态度最重要，请上船。这非洲确实气派。警告！
大慈神功防御阵触发，大慈神功怎么活了？系统判定你为灭世级危险，锁定极度危险变数，疯狂扭动。有意思，终于发现逻辑漏洞了吗？来得好快。差一点，整艘船都要被拆了。金策仙宗的安保系统还挺敏感的。你居然还没死？死的是个分魂，关我本体什么事？炼气3层，真的是炼气3层修行？如假包换？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一个炼气3层的蝼蚁，怎么可能用得出来？很难吗？我随便练练就。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邪修，这是万年难遇的绝世妖孽。你这等惊世天资，为何不去我金策仙宗？你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我去过啊，你们捞卤出的人说我资质太差，直接把我扫地出门了。赵鲁出那帮饭头眼，把这种能跨大境界霄的修法念往外推，这群尸位素餐的废物，毁我仙宗根基！警告声，扣，随便扣，老子今天就要骂死那帮瞎子！魔刀术熟练还差一点，这趟路程刚好能刷满。这种纯粹的向导之心，逆天宗那些疯子怎么配教导他？没事，我理解你的愤怒，我去接陈星锋门任务，给他打一套炼气法宝。你说你要去接陈星锋的任务？对啊，奖励挺丰厚的，怎么了？明日小友，听我一句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这任务不是很难？难。落霞城的匠心阁根本不是什么炼气圣地，收割场挺有意思。这个任务每年都有，各大宗门都会派顶尖的筑基弟子去。但结果呢？那些天才全都有去无回。陈星锋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炼气法宝，那个任务的背后隐藏着炼化活人的禁忌阵法，他是在用那些天才的血肉和灵魂铸造无法想象的诡异之物。哼，炼气3重，哪家没落宗门的废物？在座的皆是筑基期。你也配跟我们坐在一起？赶紧滚出去！别弄脏了这地方。终于来活了，今天能刷个大波子。我让你闭嘴！道友先往心里去，这是我亲哥蒋武。哎，我们刚从阴德宗遗迹死里逃生，他被诡异伤了脑子，现在就是个半瘫的傻子。你再动一下试试。你这人真没意思，硬生生打断我施法了。道友海涵，多谢宽宏大量。你们也是来接任务的？正是。陈星锋大师的炼气悬赏，这奖励可是极品筑基丹，奖励越丰厚，陷阱就越深。让我看看这地方有什么猫腻。难怪脾气这么暴躁，原来早被巨鬼给腌入味儿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等候制，这明明是个大型献祭法阵。道友眼光独乱，我确实略懂阵法，略懂。但你没看出这风水有问题？这里的聚灵阵极为精妙，灵气十分充沛，那是用来保鲜的。保鲜？这底下的逻辑链条是个倒转的抽血泵，它在一点点吸干你们的理智。你们来这儿多久了？不到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够上菜了。上菜？上什么菜？你们啊，道友真会开玩笑。我从不开玩笑，你们已经是行走的祭品了。祭品？杀了你！死！全都得死！主动亮血台，成全你。哥，快停下！放开我！有鬼！有鬼啊！你这护盾套的挺及时啊！道友刀下留人，这是我全部家当，求道友饶我哥一命。他这状态不死也废了。我们去了阴德宗遗迹，不小心染上了巨鬼。巨鬼？那是什么玩意儿？一种能吞噬理智的诡异规则。只要内心产生一丝恐惧，巨鬼就会无限放大这种情绪，直到把人变成只知杀戮的疯子。让我看看这巨鬼的代码结构。这世界的修仙体系太畸形了，只注重堆叠力量数值，却连最基础的情绪过滤机制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天才筑基，空有庞大的灵力妙板，精神防火墙简直千疮百孔。原来如此，我是个没有凡鬼禁锢的穿越者，这世界的诡异规则对我完全无效。在他们眼里致命的污染源，在我眼里只是可以刷经验的怪。你很怕？面对诡异，谁能不怕？怕就对了，你们的恐惧就是他的养料。道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门外的怪物要进来了！急什么？排队送死也得讲规矩，他敢进来，我就敢切了他。哥，别看他，他没影子。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光影渲染引擎出 bug 了，补个代码。你眼睛被诡异吃了吗？看错了，道友见谅。师傅，
我可算找到你了。师傅。晚辈拜见刑名长老。宁小友，别来无恙啊！见过杨前辈。好苗子，最后去了哪家宗门？可有去我灵溪仙宗看看？晚辈天资愚钝，未能入灵溪，如今已是逆天宗弟子。已经去了逆天宗？正是。师傅，逆天宗有什么好的？来我们灵溪爹给你安排最好的洞府。我不是你师傅，别乱叫。我已经加入逆天宗了，半路退宗，不合规矩。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小袁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此乃五行精华筑基圣品，只要你点头，这就是你的见面礼。灵溪仙宗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别过来，全都是假的！你们这些怪物，我要杀了你们！老五，你清醒一点，这里是匠心楼，没有怪物。死！你们全都给我死！你们兄弟俩真是胆大包天，连阴德宗那种禁忌之地也敢去。长老恕罪，我们只是一时糊涂。阿武是为了救我才沾染了那东西被驱鬼入体，理智便会被吞噬。极度的恐惧最终会转化为无差别的狂怒。你也是怪物，给我死吧！放开我，我不想死！匠心阁众弟岂容你这等污秽放肆？阿武，求你别说了，快闭嘴！星风大师，别来无恙啊！邢明，你堂堂金丹长老竟亲自来了，莫非是眼馋我这老头子的奖励？带家里晚辈来长长见识罢了。晚辈宁日见过星风大师。哼，莫随道那个疯子竟真舍得放人出来，希望你的本事别像他一样碍眼。道具到此结束，准备开始考核。考核时限只有3个时辰，规矩很简单。活着练完一套完整的法宝，要是练不出来，就把命留在这里吧。3。好霸道的灵压！以往考核各自独立，但今日规矩变了，你们4人同时竞技，老夫会亲自在旁实时点评。不像某些练气期的废物，跟我们同台，真是脏了这练气室。小袁，别害怕，徒侄有不懂的地方，随时问我。谢谢星风大师，原来是裴太子图书全沾了这小子的光。废话少说，开炉！看好了，这才是筑基期的丹火。怎么回事？我连火都没点。观察溢出奖励，系统把他们的动作算作我的学习进度了。糟了，系统要查查异常了。强行洗点，把溢出经验全变成自由点了，这简直是明抢啊！宁日，你死了吗？这废物恐怕连火都不会生。逆天宗的弟子就这点本事，还在发什么愣？晚辈愚钝，正苦思冥想如何开局，毕竟要在您面前献丑，晚辈惶恐。收起你那套虚伪的做派，再不动手，老夫现在就毙了你！是，晚辈这就开始。你还要装模作样到何时？晚辈在构思最完美的火候。完美？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凭你这种垃圾，莫隧道那个老疯子，他一辈子沉迷残缺破烂，连一件完美法宝都练不出，他教出来的末流废物也敢在老夫面前大言不惭！星风大师，您快息怒，跟这种废物生气不值得。逆天宗的人脑子都有病。大师，您别看他了，还是看晚辈的赤炎火吧。金道友这火有点虚啊，提纯玄铁可不够看。星风大师，您看我的，太强了，简直不可思议！这就是筑基期的实力吗？少废话，立刻给老夫点火！再不动手就滚出去死！是，晚辈这就献丑。太强了，简直不可思议！这就是筑基期的实力吗？少废话，立刻给老夫点火！再不动手就滚出去死！是，晚辈这就献丑。大师，请看，这火虽小，
但却蕴含着晚辈的诚意。诚意？你拿诚意练气，一派胡言！莫索道就是这么教你的。大师，您别生气了，这种跳梁小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梁道友，你说呢？金道友所言极是，别被废物影响了心智。晚辈遵命。晚辈定不负大师期望。左侧温度偏低，再加把火。晚辈明白，这就加火。新风大师，您看我这幽兰，必须试探出加点规则。这怎么可能？五行完美流转，完美配比的灵火，我就知道这小子有猫腻。大哥哥好厉害，竟然一点都不长，自己练气纯白给啊！哎呀，晚辈修为太浅，强行催动五行火，灵力已经彻底透支了。晚辈得先歇会儿，诸位天才请继续。吓我一跳，还以为多强，哼，原来是强行透支灵力，昙花一现的废物罢了。练气可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也来，您看好了，我也要努力了。打工人真是太努力了，没有一丝灵力反噬，强行切断五行灵火，竟然能做到完美卸力！全都给我停下！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强行断火却毫发无伤，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实力？星风大师，您误会了，晚辈修为实在太低。强行催动五行灵火，灵力早就彻底枯竭了。若不赶紧切断灵力，怕是要被反噬成重伤。哼，好一个顺势切断！你们两个蠢货，都给我好好看着他！星风大师，我们怎么了？我们可没偷懒啊！炼气之道浩瀚如海，你们只知道怎么开始，却根本不懂怎么暂停。刚才我喊停的时候，你们是如何断火的？靠着筑基期的修为，强行硬抗气火反震。你刚才是不是气血翻涌？是不是喉咙发甜？哼，如此蛮干，愚蠢至极，长此以往必留暗伤。你们再看看他，修为低微又如何？他深谙气火反噬之理，该断则断，毫不拖泥带水，这才是知进退的宗师风范，他才是完美的卸力。这脑补能力绝了，我只是没拦了。晚辈实在无力继续了，能否在一旁观摩诸位天才？你且安心休息，其他人继续练气。都给我学着点他的基本功。这宁日简直是个怪物，连星风大师都被他折服了。幸好我早就向他示好了，绝不能招惹这种规则破坏者。果然如此，只要别人在我附近练气，我的熟练度就会自动暴涨。这就是宗师级的离线广击啊！两个废物，给我退下！我的本命灵火全毁了。星风大师，再给我次机会！心浮气躁，难抗大用。100点自由属性，终于到手了。宁日，你基础极其扎实，更难得的是这份心性。大师谬赞，晚辈只是懂得知足。哈哈哈，好一个懂得知足！我有一处秘地，名为气心阁，里面藏进我毕生炼气心得。你想进去看看吗？那可是落霞城的圣地啊！凭什么？他只是个炼气期。大师厚爱，晚辈惶恐之极，只是无功不受禄。晚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倒是谨慎得很，条件极其简单，只要你当着我的面狠狠痛骂莫错道一顿，我保证他绝不会知晓。宁日小友，莫要紧张，他们二人本是同门师兄弟，只是理念不合，常有争执罢了。原来如此，多谢前辈提点。新风大师，此事绝无可能。你可知你在拒绝什么？晚辈这一身浅薄技艺，皆是莫道主悉心指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若为一点机缘便辱骂恩师，晚辈与那无尽之犬有何分别？此子不仅天赋妖孽，这份信性更是万里挑一。随你吧，不勉强。休息结束，继续练起。100点，给我全部砸进去！原来这就是规则的漏洞，我看到了唯一的通关神路。太慢了，这种低级效率实在太慢了。剥离无效数据，剔除所有冗余规则。这是什么见鬼的容才速度？半炷香不到，主材居然全部提纯完毕了！我哥说的对，这小子根本不是正常人。神识化刃，多剪抽丝，好精妙的控制力。这小子究竟还藏了多少惊天断牌？西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这个变数。
红炉点血，这是失传已久的古法容才。这门古法对神识的要求苛刻到了极点，哪怕是筑基期强行使用，也极易反噬成痴呆。莫遇到那个疯子居然把这交给炼气期，找到你了！隐藏极深的致命漏洞。既然规则有漏洞，那我就来制定新的规则，给我全面重组。他一个区区炼气3层的废物，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神识掌控力？这绝不是炼气期能做到的。他到底是什么怪物？陈大师，他这是在液态矿料中直接刻画阵法，这种狂暴的灵力波动，绝不可能是炼气法宝。正常手段炼气肯定有失败率，我绝不允许失败。为了逆天筑基法，哪怕把灵力抽干也值得。既然普通的办法不行，那我就给你们上点狠活。既然要做，就给我做到极致。任务没有要求，我就强行给你加上。我要这堆破铜烂铁生出真正的脑子来。气灵之纹，他居然在刻画气灵之纹！快住手！你这个疯子，那是炼气界的绝对禁忌，你会毁了这里的。小文，快退到我身后，这股力量要失控了！这疯子，灵气快被他抽吃了！陈大师，快阻止他，不能让他毁了匠心楼！来不及了，威压已经彻底失控了。炸炉，那是你们的逻辑，在我的系统里只有100%成功。剥离残差数据，重组底层架构，给我拧！竟然真的稳住了，那东西简直就像有生命一样，给法宝装上脑子，这到底是什么妖术？此子绝非常人，西夏必须将他拿下。没有崩溃，怎么可能没有崩溃？在指甲盖大小的地方雕刻主城，还要保证所有阵法回路不冲突，就算是金丹期也不可能做到这种完美。稳定了，他还有我内建线条都完美契合了天地规则，这根本不是炼气期能理解的境界。莫疯子，难道你才是对的？我跟你争了一辈子，竟然全错了吗？基础，这就是你说的极致基础吗？我引以为傲的炼气之道全被碾碎了。还差最后一步，必须完美收官。任务要求没气灵之纹，为了逆天筑基法，老子拼了！逻辑闭环，给我成！等等，那个转折，那个蹩脚的错误，那是我妻子当年的失误手法。她怎么会知道？她怎么能完美复刻出来？这是巧合，绝对不可能！不能闭合，绝对不能闭合！住手！快给我停下！住手！快给我停下！太迟了！逻辑闭环成了，完美的神作！不可能，这不可能！连气灵之纹都刻出来了，我输了，彻底输了！这根本不是凡人能做到的，我们居然妄图跟他比！他就是个玩弄规则的怪物！师父威武，师父天下第一！此等神作简直前无古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他，一模一样。考核时间到，现在开始验收作品。星风大师，我本可以，不堪造就，失败。晚辈受教了。大师，我只差最后半成，差一丝也是废品。是，大师教训的对，毫无胆魄，失败。大师，您看我这个。宁日，你的作品堪称神作，但与图纸严重不符，失败。星风大师，此等神作，规矩就是规矩，晚辈认输。此次考核全军覆没。天赋再高，还不是落选。但陈某照价收购各位的法宝，每人200灵石，拿着。多谢星风大师认可。西苑，你的卖不卖？不卖，我要拿回家给我爹看。这孩子就是死心眼儿，随你。至于你的那件完美铠甲，我出2500颗灵石。啊，2500，这简直是天价！凭什么？他明明也失败了，一个废品怎么值这么多钱？你有意见？成交，老子彻底暴富了。交易结束，其余人可以走了。宁日单独留下。大师这是要私下指点他，与你无关，慢走不送。大师留我，是为说明失败原因。你可知那考核图纸从何而来？为妾不知，但我排除了图纸上所有的诡异陷阱。那是我其实最骄傲炼气子的画作，可你做的实在太完美了。您把残次品当作满分标准，因为那上边有他对抗诡异失败的痕迹。大师用情至深，您是在借此纪念亡妻吧？谁告诉你他死了啊？您刚才这副哀悼的表情，他活得比谁都好，修为还比我高。我不小心把他那件宝贝当垃圾融了。所以您设局找人？我在找替身，找那个瞒天过海的赝品。要是被他发现宝贝被我毁了，他绝对会把我活剥了的。堂堂金丹大佬竟是个极度妻管严，那您直接坦白从宽不就行了？这总比造假罪名轻吧？来不及了，一切都晚了。他看到我大张旗鼓的发布任务，以为我在重温我们当年的美好回忆。他现在正满心欢喜往匠心楼赶来。完了，他到了。原来如此。您提供的不是任务，是情绪价值。谎言的血球越滚越大，您现在骑虎难下。你小子这副表情，在看我笑话是不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说。信不信让你永远闭嘴？杀了我外那位前辈，马上就要破门而入了。您确定要在这个时候动手？你到底想怎样？我要任务原本的终极奖励。你疯了！你都没完成我的标准，但我保住了您的命，不是吗？这笔买卖您稳赚不赔。好小子，敢敲诈到金丹修士头上，算你狠！逆天筑基法，拿去。您放心，多谢大师赏赐。今天的事我会烂在肚子里。少废话，赶紧从后门暗道滚，千万别让他看见你。夫人莫急，为夫这就来了。 2500颗灵石，这笔庞大资源
足够我将装备强化到极致。逆天筑基法，主流宗门视若蛇蝎的残缺之物，却是我这种规则破坏者的破局钥匙。我的全场碾压计划终于凑齐最后一块补品。怎么回事？这功法里的诡异逻辑在反噬，天宫点数在暴动。这功法在强行牵引我的点数，他想跳过步骤，让我直接就地筑基。现在筑基觉得会引起天地异象，但强行压制，我的经脉会被活活撑爆。真有意思，诡异规则想教我做事。封口费想反悔，我陈兴风还不至于言而无信。我只是觉得你这身惊世骇俗的炼气天赋留在逆天宗那个鬼地方太暴殄天物了。离开逆天宗，我保举你进入灵犀仙宗。灵犀仙宗，正道一名门。没错，不仅如此，我还能让你富可敌国。最新一代的洗炼法宝是我亲手创造的，这东西能洗去浊气，全天下的修士都抢以你的天赋，最多3天就能完全掌握。到时候全修仙界的订单高都会砸向你。逆天宗到底哪里得罪有你？他们没得罪我，但他们是邪修。邪修杀人放火了？邪修不止修炼路子极度扭曲，正常修仙吸纳精纯清气，结成无暇道基；天赋差的吸纳浊气，靠法宝洗炼也能救。可你们逆天宗那帮疯子呢？他们非要反其道而行之，硬拿浊气筑基。筑基听起来很有挑战性啊，万一成功了，那岂不是同阶无敌啊？但那只是噩梦的开始，后来的更离谱。有个家伙竟然用烟火气筑基。烟火气？厨房里的油烟吗？这怎么修炼？拿铁锅炖自己？但这还不算最邪门的。你知道他筑基成功后，道基是什么样吗？一口大黑锅。是人，竟然走出了一群人影。我操，这他妈是道基还是传销组织啊？这不就是不能抽象吗？确实逆天。那大师，既然烟火气都能筑基，我平时总说窝囊气，那窝囊气能筑基？你以为我在开玩笑？逆天宗里真有人靠受窝囊气修到了金丹。真有这种神人？宁日，你是难得的正常天才，走正统大道灵石地位唾手可得。一边是正道大宗和建灵石大楼的暴富美梦，一边是一群用窝囊气筑基的绝世疯子。抱歉啊，大师，我这个人最喜欢和疯子打交道了，给我破！疯子，快停下，你会爆体而亡的！多谢大师关心，我没事。你竟然真的没事？那是，我可是要成为和你们不一样的烟火。罢了，看来你心意已决，记住，不要被逆天宗带入歧途。这是任务奖励，也是完成的凭证。多谢大师，这东西有什么用？拿着它，你才能在宗门领取到对应的奖励，而且这东西也算是一种警示，我要时刻提醒你。我会小心的。等等，大师还有事？没事，只是以后好自为之。可惜了，真是个好苗子。让我看看这逆天筑基法有什么特别之处。收录，终于到手了。让我看看这逆天宗的筑基之法到底有多逆天。怎么回事？无法加甜？这怎么可能？还是不行，天宫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观摩高阶炼气师这条路暂时是走到头了，必须提升自身境界才行。无法加点，看来这系统也不是万能的。难道是因为我的炼气诀等级太低？这系统恐怕是把修仙功法也做成了科技树模式。想要点亮高级技能，必须先满足前置条件。看来想靠8个一步到位筑基还是太天真了。既然如此，那就老老实实提升炼气诀等级吧。107点自由技能点，足够把炼气诀拉满了。管他什么根基不稳，我就是要暴力灌注，给我升！不够，这些灵气还远远不够，给我继续灌输！系统，给我无视规则，强行拉满！成了，这破而后立的滋味真够劲儿。这就是炼气巅峰的力量吗？系统，给我结算面板，付出这么大代价，总算解锁了。让我看看这功法到底有多逆天。选择筑基之物，还有4个选项，灵根筑基，后面竟然标注预计失败。系统，你这是在进行人身攻击吧？因为我灵根残缺，连试都不给试。天地奇珍暂无，这玩意儿可遇不可求，我现在上哪儿找去？后天之物，比如弟子令牌。预计失败率极高，这简直是拿命在赌博。那些走悟的人才会选这种烂路子，我宁日绝不走这种残次品的路线。用诡异筑基，预计天道筑基，逆天宗这帮疯子竟然想得出这种法子。原来如此，天道早就被诡异入侵了。只要能从诡异里把天道挑出来，这想法很超前沿啊！这还有共享文档，前人的经验总结，我倒要看看前辈们都是怎么挑刺。用烟火气熏诡异，因为天道习惯了烟火气，而诡异会辣眼睛流泪。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怨夫关白鱼这名字真怪，让天道习惯怨气，诡异受不了委屈就能将之提炼，这是让诡异去背黑锅啊！谁家好人是这么修仙的？挠诡异痒痒，搞诡异心态，这根本就是一帮精神病在交流病情吧？这功法应该标注未成年人禁止观看。不拨开这些风言风语，内核却很清晰。这些方法虽然荒诞，但本质上极其违心。诡异是一种规则能量场，并非真正的活物，能不能炼化它，只看你信不信自己的道。只要我的唯心意志强过他们的规则，我就能强行打补丁，覆盖他的逻辑。论卡 bug 和搞心态，我一个现代将您怕过谁？难怪您只能是个长老，当不了祖师爷。建议我修复灵根后再行决断。这帮老家伙是怕我成长得太快吧？哼，他们根本不想我这么早解决灵根问题，进入内门，按部就班去修复灵根，那太慢了。我这逻辑里的唯一 bug 就该玩最疯的局。既然灵根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亲自去抓一只最凶的诡异来迟。
90.9%的必死率，这在系统判定里不就是必定保底吗？哼，让我看看这帮疯子到底是怎么操作的。长老周痕的实名最终自白，上集只看到一半，原来这底下还藏着真东西。开头倒是喊得挺响亮，当年我亦曾直面诡异本源，欲行逆天筑基之举。哦，周老头头当年还真试过，连自己都残留着情绪变动，燃诡异之因，方前厉鬼噬魂几经崩溃。我最终只得妥协，退求其次，选择天地奇真。难怪失败的板着个脸装深沉了。他对天道、对诡异始终心存敬畏，在唯心博弈里，敬畏就是最大的破绽。一旦产生哪怕一丝恐惧，整个逻辑链就会瞬间崩塌。恐惧就是诡异入侵你大脑的最强后门，没有必胜的逻辑掌控，去碰诡异就是找死。难怪这帮长老百般拖延我修复灵门，他们根本不想让我走这条绝路，选稳妥的路，当个庸弱的长老，还是选最疯的路，把这个烂透的世界砸个可笑。我会成为下一个周修吗？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能盲目步入深渊。我要找最稳妥的破局之法。先把分魂术点上去看看。这动静怎么这么大？炼气巅峰的修为外显。算了，一会儿出门前再细点。二位前辈，怎么了？炼气巅峰？你进去前才炼气3品啊！你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坏了，挂忘关了。两位前辈，且听我解释。竟是时间流速不同吗？绝对没有此事。你不是说你灵根极差吗？怎么一转眼就炼气巅峰了？其实这很合理。合理？这叫合理？晚辈炼气天赋极高，炼气天赋等于炼气天赋，这难道不是修仙常识吗？清风大师指点了我，我炼气水平突飞猛进，炼气境界自然也就突破了，哈哈，是不是很有道理？二位前辈觉得呢？你真是这么想的？比珍珠还要真。你信奉这种逻辑闭环？这就是晚辈的逆天之道。炼气等于炼气可以理解，那筑基和金丹呢？这个嘛，筑基就是铸造道基，这可是炼气师的看家本领。居然还能这样解释。至于金丹境界嘛，比里面有个金字，炼气师天天跟金属打交道，把金属炼成丹，那就是金丹。让二位见笑了。筑基炼成金丹，这就是逆天宗的唯心之法，逻辑自洽，强行破境。果然是颠覆常理的疯子宗门，你们这就信了？你若不能坚信，趁道退宗。晚辈道心坚如磐石，绝不动摇。不知二位找我何事？我与小燕准备回宗门了，临行前特来送你一物。无功不受禄，晚辈怎好意思收如此大礼？你错了，你做了件大好事。晚辈做了什么大好事？小袁因你对炼气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天赋极高，却一直没有定性。如今他决定闭关研习炼气，我终于可以清闲一阵了。那是小袁自己勤奋到的引子吧？莫要过度谦虚。好强悍的生机循环，这是五行精华。不错，正是五行精华，这是先天筑基最上乘的资源。此物实在太贵重了，这可是西家家主的心爱之物，晚辈福伯实在不敢当。给你，你就拿着。我灵犀仙宗最重绝世人才。系统提示：好险，差点就是死局了。原来刚才全是分魂术的推演，那套逻辑虽然能暂时骗过他们，甚至还能白嫖到五行精华，但最终会让我沦为西家的棋子。杨兴明那老狐狸城府太深了，必须换个破局之法。啊！这气息怎么可能？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炼气巅峰，竟是里有时光加速阵法吗？坏了，这回是真的挂忘关了。绝无可能！你才炼气3品，你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勾当？两位前辈，其实这很合理。晚辈的炼气天赋。这般精彩绝艳的变数，西家吃定你了。不行，绝不能用那套说辞。一旦被盯上，我再无脱身之日。你少在这儿故弄玄虚，绝无一袭破七境的奇迹。你是不是吃了魔道邪药？前辈，晚辈绝对没有。星风大师，此事确有蹊跷，主流宗门皆知，诡异无孔不入。没错，这世界充斥着诡异，哪怕是凡人都有凡鬼禁锢。你残缺灵根，凭什么无视规则？如此诡异，莫不是被深渊里的邪祟附体了？前辈明鉴，我神志清醒得很。邪祟附体者，哪个会说自己封体了？是人是鬼，搜魂便知。搜魂，这可是会变白痴的。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推演借口不能用，还有什么办法？必须找出一个违背常理的解释，还要能完美逻辑自合。
爸可证清白。给你最后一次开口的机会。晚辈是将肉身当法宝练了。你说什么？把肉身当法宝？没错，就是炼气之法。这天地就是个大熔炉，我的肉身就是那块粗皮。灵气就是锻造的铁锤，我用宗师级手法梳理灵气，剔除杂质，打磨经脉，这叫暴力锻体，强行升级。以灵为锤，以骨为剑，淬炼杂质，拔高品质。你真把肉身当法宝打磨？既然炼气能出完美神作，那炼气为何不能？这简直荒谬至极！可是这逻辑竟有些自洽。你这炼气岂能糊弄过去？那筑基呢？金丹呢？你这套邪门歪理走不远。前辈此言差矣。筑基即是铸造道基，将体内灵气强行铸造成型。筑基正是炼气师的看家本领，这很合理吧？那金丹呢？金丹乃是大道感悟。金丹里有个金字啊，提炼五行之金，高压浓缩合金成丹，这不就是炼金术吗？筑基即筑基。金丹级炼金，那我闭关苦修200年，哈哈哈哈！竟然不如他打铁一天。逆天宗的唯心法则，只要逻辑自洽就能骗过天道。他居然真的信了这套邪理。这俩老头真被我忽悠去了。两位前辈，晚辈句句属实，这便是我的一息破七境之法。别说了，让我静静。修仙竟然是打铁，贤侄的天赋果真万中无一。前辈过誉了，瞎练的。今日之事，老夫定会保密。贤侄啊，你这套修行逻辑可谓是惊世骇俗，将天地视作熔炉，将肉身当成法宝。若你真能走通这条路，必将颠覆整个修仙界。前辈您过誉了，晚辈这也是没头苍蝇乱撞，摸着石头过河罢了。这是什么宝物？好霸道的气息！五行精华，杨兄，这可是能强行重塑道基，连天界灵根都垂涎古指的绝景重宝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筑基资源。前辈，这实在太贵重了，无功不受禄，晚辈绝对受之有愧。就当是西家对未来的投资。正统修仙路已经僵化太久了，我非常期待你用这套新逻辑为我们西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惊喜。既然前辈如此看重，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来日若晚辈真能筑基大，定不忘西家今日的慷慨之。好，够痛快！我等着看你铸造出这世上最完美的道基。这波忽悠简直是血赚啊！不但解除了被搜魂的危机，还白嫖了这么顶级的资源。有了这五行精华相助，我这破败的灵根也绝对能铸造出完美道基。事不宜迟，赶紧回逆天宗闭关，立刻冲击筑基境。怎么回事？识海怎么突然暴动了？这破面板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幺蛾子？呼，原来是满足条件，筑基选项正式激活了，真是吓老子一跳。那是什么鬼东西？祖师，这破西殿系统里怎么会有这种隐藏的虚位？为什么？我感觉这根本不是什么奖励，而是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难道系统的最终目的是要逼我复刻逆天宗始祖那条必死无疑的路？这就是逆天宗的终极诅咒。赌赢了，有了这五行精华，天道筑基近在咫尺。管他什么诅咒，只要我够强，规则就得听我的。谁？文兄、武兄，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宁兄，你的修为炼气巅峰，这怎么可能？出了点小意外，偶然突破罢了。两位这是刚从哪个禁地逃慢出来？实不相瞒，我们刚从阴德宗败退。他这巨鬼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能捡回一条命已是万幸。你刚刚问起阴德宗，难道你想去？我正有此意。文兄既然刚去过，不妨跟我透个底。那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他原是狂兽，如今被诡异彻底扭曲。第一关，我们兄弟俩遇到了剑心试炼，全都一败涂地。失败了不会死，失败必须留下贺礼。这所谓的贺礼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买命钱。阴德宗的规矩必须等价交换，你认为你的命值多少，就得给出等价的贺礼。如果我觉得我的命只值一块下品灵石呢？诡异个修士就是这么干的。然后呢？然后又掏出一块一模一样的灵石，想蒙过关，塞进他手里。下一秒，诡异直接捏碎了他的心脏。原来如此，如果给的太廉价，诡异就会退款。然后拿出同样的东西买你的命。对，所以千万不能给廉价货。修士修为越高，命就越金贵。筑基期进去，连本命法宝都填不满那怪物的后口。修为越高，命落到柜里。我这炼气巅峰的命根本不值几个钱。那如果我给出一件看似毫无价值的垃圾，但那件垃圾是诡异绝对无法复制的孤品呢？啊，这怎么可能？多谢你的情报，我突然觉得这阴德宗是个好地方，那里的诡异一定会非常喜欢我准备的贺礼。啊，宁兄，
你真要去送死？我很清醒。继续说阴德宗。阴德宗的身份分2种：试炼弟子和上门宾客。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去了。弟子若能通过试炼奖励丰厚，若试炼失败，便会自转为宾客。那宾客需要做什么？要买命钱，等价交换，直接变宾客。你的试炼资格越高，你的命就越贵。你看看我弟弟讲武的下场，贺礼没给对，巨鬼入体，生不如死。那是对普通人而言。英雄，你难道有应对之策？多谢文兄的情报，后会有期。我现在是炼气巅峰，在诡异眼里，这可是块大肥肉。如果我把修为洗回凡人，阴德宗危险度太高，没有自保之力不行。留着修为，命价就会暴涨。既然如此，那就不装了。想要打造让诡异无法复制的孤品，就需要海量的顶级修仙资源。但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现在我必须展现出最高的价值。我要让整个逆天宗心甘情愿为我买单。想要让他们大出血，就必须用绝世天赋砸晕他们。宁日，就是你这无耻混蛋！罗老哥，晚上好啊！新用户首单免费，实在太香了。用分魂术重置系统账号，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风控系统搞崩了？规矩里没说不能这么干吧？我这叫合理利用规则漏洞。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多抢手？陈行风大师到处发疯找你，连我们宗门的李顾长老都惊动了，他们甚至想用天骄榜的名额拉拢你。我要是早点把你牵进金册仙盆，我现在早就是高高在上的内门长老了。天骄榜那东西能换几颗极品灵石？别做梦了，我不适合你们。你们宗门太有钱，我怕我忍不住全抢了。你到底想回逆天宗干什么？罗老哥，麻烦让非洲开快点，逆天宗的长老们肯定等急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惊喜。这小子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吃的挺香啊，该叫醒这帮老家伙了。弟媳，有大闹闯山！宁日师弟，很好，这小过练气巅峰，这怎么可能？你不是才练气3层吗？我有要授叫宁日各位长老，关于阴德宗的情报我拿到了。怎么这么大阵仗？宁祖师，你可算回来了！程长老，你叫我什么？宁祖师啊，如假包换的祖师。咱们宗门称呼这么随便的吗？哈哈哈，宁祖师收获颇丰啊！爱徒莫慌，为师来给你解释。爱徒，我什么时候拜师了？你那青蓝气火就是传承我的，别听他胡扯，往脸上贴金。陈行风已经把消息传回来了，你在落霞城领悟了逆天之道，炼气即炼气，二者完美融合。看看你这炼气巅峰的修为，这就是你掌握逆之道的铁证。其实我不用解释，我们都懂，只有我能教。这帮人自己把逻辑闭环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多要点资源？我也就不装了。走，进攻法阁，我们要为新祖师举行大典。肃静！即日起，宁日自辟蹊径，宗门授予其等同祖师的最高权限。拜见宁祖师！各位长老，快请起，折煞我了。既然是祖师，那宗门的极品灵石还有各种天材地宝，是不是该安排上？那些俗物配不上你的身份。不给钱的吗？说好的最高权限呢？又白嫖我！这是什么东西？好重的阴气！这是象征最高禁忌的祖师令牌，它不仅是身份的象征，它更关乎到阴德宗的核心秘密。你不是打听过阴德宗的规矩吗？既然你走通了这条逆天之路，这个要命的惊天赌局只能交给你了。宁日，接下那块令牌吧。从今往后，你就是逆天宗的真正核心，那个关乎生死的惊天赌局，全压在你身上了。这玩意儿看着也太邪门了吧！但为了宗门的最高权限，只能拼一把了。见证奇迹的伟大时刻终于到了。什么情况？我的系统要崩溃了！4个星号，这玩意儿连名字都不配拥有，居然显示不可加点。这绝对不是什么祖师的修炼感悟，这分明是个强行植入的恶性病毒。这破令牌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怪物？各位长老，快看啊！祖师入定了，他彻底顿悟了！哈哈哈哈！真不愧是我的爱徒，接触令牌瞬间就能进入深度顿悟，这等逆天的绝世悟性，简直前无古人。看来令牌认主的过程非常顺利，大家绝对不要打扰他。他的逆天之道必将带领宗门走向巅峰。这帮老登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让各位长老为我担心了。感觉如何？是不是受益为严？确实，印象极其深刻。这感悟太过深奥，晚辈还需要时间消化。对，此等无上大道，绝不能急于求成。以后你需要什么极品炼器材料，直接找我。为师就算砸锅卖铁，也全力支持你。你现在是我们逆天宗最大的希望，一定要戒骄戒躁，筑牢逆天根基。愿为宁祖师赴汤蹈火。那就多谢各位长老厚爱了。给我滚回去！明日，你刚才的气息太惊人了，那是打破常规的狂乱之气。你这小子果真是个无心之人，极致的理智才能驾驭极致的疯狂。荀长老过誉了，弟子只初宽门明，略有心得而已。宁日，我与众老商议过了，你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逆天之路，寻常试炼只会顶级资源随你调用。还是老规矩，全记在你账上。多谢周长老栽培，我们全宗的希望都压在你身上了。这感悟太过深奥，后劲极大，弟子头疼欲裂，急需闭关巩固。对，赶紧回去消化感悟。快走吧，别被这群俗人打扰了。弟子先行告退。
总算摆脱那群狂热老登了。阴德宗的诡异第一关，也就是所谓的收徒大典。既然是收徒大典，凡人肯定能进。试炼失败还会进入买命环节，这买命的标价肯定大有文章。修仙界什么最值钱？当然是修为，修为越高，这条命就越贵。万一试炼失败，拿什么去买命？如果是普通人，价格绝对最便宜。想在阴德宗白嫖，就必须当个穷光蛋，把战力死死压在底线。迟早要把你这个病毒彻底拔除。别人拼死拼活修仙，我却要赶着去自废武功。不破不立，留着这身修为就是去送人头。要卡这群诡异的漏洞，就必须比诡异更极端。宁师弟，且慢休息。这位师兄找我有事，在下妙丹坊严寒，家师邀请师弟前去一聚。妙丹坊，孔镇长老，不知孔长老找我何事？我只负责传话，师弟若有空，一个时辰后见。严师侄怎么跑这儿来了？拜见莫长老。你师父不是在闭关炼丹吗？家师目前正在休息。哼，休息还有空请我的人？弟子不知，告辞。莫长老，这唱的是哪出啊？我是来特地感谢你的。感谢我？从何说起？你替我在陈兴风面前争了口气，事实证明我的炼气道是对的。您二位开心就好。不过我还有个决定要告诉。我原本想收你为亲传弟子。莫长老难道嫌弃弟子资质鲁钝？不，你如今是逆天宗的祖师，从今往后我们只谈技术交流。多谢莫长老成全。既然我们没有师徒名分，你就可以去找陈兴风，把匠心楼的炼气技法全要过来。这能行吗？他绝对不会拒绝一个天才。顺便也给我复印一份。莫长老这是要借刀杀人啊！妙刀坊的顶级炼丹术，别放过。懂了，绝不空手而归。去阴德宗前，若能白嫖到炼丹术，打通丹气逻辑，买命的筹码就更稳了。明日，孔社那老毒脾气很怪。怎么个怪法？他炼丹从来不用常规灵草，专挑那些沾染了诡异的材料。他这次请你，绝不是闲聊。看来是一场鸿门宴。这是针对你祖师身份的试探，也是对你唯心意志的终极考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什么鬼东西？哼，银克蚁还是阴克蚁？重心不稳，灵力流转之后3秒。这劣质的拼接手法，莫导师的弟子就这水平。拿这种失败品当银克工具，妙刀岗的品味真独特。宁祖师，你终于来了。孔长老，叫我宁日就行。废话少说，过来。这些玉简是我历代弟子的错题集，他们炼丹失败的每一个步骤，每一次炸炉的原因都在这里。为了收集这些，我花了几10年的时间，用你那逆天的顺血能力全部看一遍。您让我学失败经验？正确的废话谁都会说，错误里才藏着逻辑的真相。你不是最擅长找规则的漏洞吗？找出来！孔长老倒是个明白人。火候太猛，药性冲加灵力，导致单独逆流更准。这块更离谱，竟然用阴气催化阳草，活该炸炉。对，就是这样。你看得很透彻。你想以炼气之法筑基？随便想想罢了，还没定型。不，你的方向完全错了。既然要走逆天路，何必拘泥于死物？您的意思是放弃筑基，直接炼丹，以你的肉身为炉焚，以你的血脉为丹火，以诡异为药引，跨过那可笑的体内炼出一颗金丹。这违背炼金界的底层逻辑。常理、逻辑，我们逆天宗什么时候讲过常理？那些按部就班的废物永远无法触及大道。这是我毕生推演的终极构想，你是唯一的完美实验体。孔长老，既然是终极构想，代价也不小吧？当然，如果失败，你不会走火入魔，也不会爆体而亡。孔长老真是好算计，不封魔，不成活，敢不敢赌一把？不敢赌，还是你怕死？孔长老，命只有一条，我不打没把握的算盘。好，够谨慎，这才配做我的实验体。这是我历代亲传弟子的心血，不，这是他们的死因。全都是失败的记录。哼，他们太蠢，连最基础的熔材都能把丹炉炸上天。你要在体内炼丹，就必须跨过这些死路，把他们全看了，找出所有的逻辑漏洞。孔长老，我对炼丹一窍不通，这简直是看不懂也得看，哪怕是用命去试错。那我尽力而为。感受到了吗？那种药性冲突带来的绝望。对，就是这种感觉，用你的脑子去拆解它。傻子才去试错，白嫖的技能点不要白不要。不愧是科研疯子，这堆废料简直是绝世宝库。炼丹的火讲究的是文火慢炖，精准控制每一丝灵气，而我之前领悟的炼气火法是简单粗暴的猛火爆炒。炼气的暴力能瞬间摧毁杂质，但极易伤及根本。炼丹的细细控火，恰好能完美补上这个要命的短板。
只要把这两套逻辑强行拼合，我就能拥有最完美的活法。以肉身为炉鼎，以完美活法为底座，这天下还有我宁日练不出来的东西？怎么回事？推演卡壳了！炼丹的容才逻辑竟然在排斥炼体的塑形逻辑，两套底层规则有严重冲突。气海失控了！该死！系统在强行重组我的底层逻辑。这股暴乱的规则之力，你在体内干了什么？别吵，我在拆解你的死路。底层逻辑互斥，两套规则水火不容，那就给他们造个笼子，强行关在一起。系统，提取刚才扫描的所有辅助技法。定光如炬，自带辅助克服的猛火机，就是你了。给我把所有点数全砸进去，以我肉身为顶炉，以神识做显露光。成了，暴力作火，精细为克。你居然用神识在体内建了一座无形鼎！疯子，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孔长老，安静点，别打扰我，我还需要算一笔关乎性命的大账。宁祖师果然非同凡响啊！这般无视规则的疯狂意志，天生就该入我逆天宗。哼，那也是老夫我慧眼识珠，要不是我用重债逼他一把，他能有今天？是，周长岛高见，算你手工。你觉得他在炼丹上也有极高的天赋吗？那是自然，他根本就是个不讲道理的怪物，连我自创的西灵术他都能练出花来。炼丹这门手艺，他迟早能全部拿下。炼气讲究粗犷猛烈，炼丹却要跨度极大，哪怕底层逻辑精细稳美，哪怕是他这等奇才，这也需要3个月方能初窥门响。这是什么见鬼的东西？好恐怖的推演气息，他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原来如此，我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了。想要完美实现逆天筑基，就必须把现在的修为平衡彻底撕裂，不破不立。看来进入阴德宗前，得安排一场自残的好戏了。完美的底层逻辑终于填满了，能量互斥的死结解开了，以身为炉果然行得通，但还差最后一步，打破现有修为阴德宗死亡率极高，高风险等于高回报。这哪是试炼地，这分明是绝佳的进货渠道。带着这身雄厚修为去，根本触发不了最大奖。系统判定的弱者才能拿到低保与暴击补偿，必须卡这个判定漏洞，不破不立。准备去薅一波大的。阴德宗的催命钟响了，怕什么？富贵险中求，要么在试炼里抢生路，要么就死在里头。真是一群合格的赌徒，可惜都只懂蛮干，修为越高难度越大。这帮蠢货还不明白，在绝对的规则面前，蛮力是最不值钱的。现在该去办正事了。这里够偏僻了，系统执行修为洗点，确认清空。真够劲儿！成了，这虚弱的感觉真糟糕，但为了白嫖，值了。伪装完毕，准备出发。暂进修为，好大的胆子啊！哪来的拦路狗？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找死！找死！区凡躯，竟敢用凡铁挡我！灵力清零后，系统判定我为凡人，诡异试探的杀意降低30%，这破绽够我反杀。你把修为洗到炼气初阶，疯子！你知道阴德宗会怎么玩死你吗？知道，所以我才洗。阴德宗的买命规则，修为越高命价越贵。你这试探，本就是想逼我露出底牌，对吧？可惜，你低估了凡躯的降维打击。你这凡躯反杀，逻辑闭环完美无缺。我洗修为不是怕死，而是为了卡规则漏洞。阴德宗判定凡人命贱，我给的贺礼就能用最低价换最大回报。好一个做破坏者！监察室的试探到此结束，你合格了。宁宗主，影之又偷懒了吧？
老夫刚收到消息，你这儿有动静。炼气初阶，你真把修为洗了？洗干净了，省得阴德宗把我当肥羊踩。哈哈，好小子，你这脑回路，老夫服了，服了。阴德宗的船已备好，你这凡躯进去，绝对能薅到天价资源。宗门所有高利贷，老夫再给你免息3个月。高利贷免息，很好，又白嫖了一笔。监察使尹直见过宁祖师，您的凡躯反杀，我这就上报长老会，列入宗门最高机密。走，老夫亲自送你上船。阴德宗那群诡异，等着被你玩崩吧！宁宗师，进去后记住，诡异最怕不讲道理，你就按你的逻辑走，天塌了宗门给你兜着。这是阴德宗最新情报，买命环节的贺礼估值表。多谢，估值表我已记下。凡人命价最低，孤品无价。宁日，你又蹭新用户免费传票，这次是去阴德宗，你不要命了！罗老哥，规矩里没说洗点后不算新用户吧？算你狠！船一开，保重！不对，你保重个屁！低价贺礼已备好，诡异等着被我白嫖吧。欢迎来到阴德宗。报上修为，领取买命贺礼额度。炼气初阶，凡躯。晚辈宁日，凡躯入宗，贺礼已备。此物无法复制，命价最低。按规则。等价交换，我这贺礼够买我这条命了吧？第一步成功，接下来把整个阴德宗的规则全部洗成我的妙版点数。贺礼已验，凡躯地价，孤品无价。宁日入宗。晚辈宁日，谢诡异前辈成全。不，我的本命飞剑，这是我10年心血。前辈饶命，我愿再加一枚金丹。等价交换，命贵则礼重。你们何高阶修士命价被精准估值，我这个凡躯却只用一块无法复制的数据孤品就过关，规则漏洞已卡死。接下来是正式收徒环节。凡躯有趣，跟我来拜师大殿。宗主，凡躯孤品已至，请赐教。凡躯宁日，你以孤品贺礼买下低价命，现在跪下，拜我为师。晚辈谢宗主好意，但跪拜不符合等价交换。大胆！阴德宗收徒必跪，不跪，命价翻倍。宗主在用规则压我，但我早已把凡躯洗到底线，命价已锁定最低，现在反向施压，正好卡死逻辑闭环。宗主，贺礼已验，等价已成，若强行翻倍命价，便是诡异违约。按阴德宗1000年铁律，违约者自食其果。
你竟能看穿铁律！宗主，此次逻辑自洽，违约反噬已启动。好一个凡躯！你不跪，那便赐你无跪之位。成了，无跪之位等同宗门最高权限。这波白条，直接把诡异宗主的规则碎片洗进了我的面板。多谢宗主厚赐，晚辈已入宗门。从今往后，你为我阴德宗无贵弟子，资源任取，但记住等价交换，永不破例。拜见无贵弟子。第一步完成，接下来把整个阴德宗的资源库全部洗成我的技能点。拜见无贵弟子。第一步完成，接下来把整个阴德宗的资源库全部洗成我的技能点。无贵验证通过，资源任取一格。任一格，宗门铁句却没说只能取一格，逻辑漏洞已锁定。就从这一格开始。弟子，那格封印的是诡异原血，一滴便可让筑基修士爆体而亡。原血到手，系统判定为无法复制古品，面板点数加5000。下一格扭曲单方。弟子只能取一格，违例反噬。宗主亲赐无贵之位，等价交换永不撇例。我取的每一格都是用孤品合理等价换来的。这是在把整个资源殿洗成他的面板。宗主若知。洗。资源到手，接下来把诡异宗主的核心规则也洗了。明日，你竟敢洗劫资源殿！宗主，任取二字可是您亲口所言，母心就是规则核心，洗掉它，整个阴德宗的诡异逻辑就归我了。洗！弟子服了！你这凡躯，竟想吞噬我！不是吞噬，是优化。诡异规则洗点完成，阴德宗归属度100%。从今往后，阴德宗也是我的妙板农场。拜见新宗主。下一步，把整个修仙界都洗成我的。母心已碎，现在整个阴德宗的底层逻辑都归我掌控。宗主，这是重组后的诡异资源总表，所有天才地宝单方阵图全被您的面板优化。原血单方规则碎片点数暴增10万，现在我可以把凡躯伪装推到极致，同时暗中筑基。所有弟子听令，从今日起，阴德宗对外仍维持原样，对内资源任我调用，无需等价。遵宗主令。宗主，您这逻辑比老宗主还逆天，弟子这就去把资源殿所有格子重新洗一遍。逆天宗的高利贷，灵犀仙宗的五行精华，现在我有整个阴德宗做后盾。下一步，回宗门，把祖师控位也彻底激活。宁宗主，你终于回来了！阴德宗那群诡异，没把你怎么样吧？老夫听说你凡躯入宗，快让为师看看你把那些诡异资源洗了多少！极致理智者，你这次又用什么逻辑闭环把阴德宗玩崩了？炼气初阶，他真把修为洗了！诸位长老放心，阴德宗现在是我的妙板农场。这是我从阴德宗洗来的诡异原血总表，
足够全宗筑基。原血还是满级的。宁祖师，你这是要把宗门直接推上天啊！丹方也满级了，老夫的炼气火法能直接融合了。宁爱徒不对，宁宗主，为师这就去闭关。无心之人才懂诡异，你这次把整个阴德宗的规则都洗成我们的了。拜见宁祖师，逆天有望。资源道士高利贷明晰，现在该激活祖师困位了。激活！好小子，老夫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保了你。下一目标，把整个修仙界都洗成我的。祖师位激活，阴德宗所有规则已成我的妙版底层。现在该把逆天宗也洗一遍了。诸位长老，从今日起，逆天宗与阴德宗合并为妙版天宗，所有高利贷资源规则全部洗点重固。妙版天宗，宁祖师，你连阴德宗的诡异母亲都洗成妙版了，老夫这辈子值了。免息3个月算什么？老夫现在就把全宗高利贷全洗成灵力系。祖师，您说句话，宗门就是您的面板农场，炼气即炼气，丹气双修。祖师，您把阴德宗的扭曲丹方也洗满了，老夫这就去把降仙楼的全部炉鼎洗成面板板。为师，弟子莫错道，愿为妙版天宗赴汤蹈火。祖师，您一句话，弟子砸锅卖铁也给您炼出满级气火。机智理智，无心之人，你把诡异宗主的母亲都洗成妙版碎片了。老夫的问心试炼，从今往后就是你的逻辑闭环练心场。所有人听着，从今日起，谁敢不按祖师逻辑办事，老夫亲手把他的道心洗成妙版点数。拜见妙版天宗祖师，逆天有望。资源规则忠诚，全洗到手。明营仙旨，你这气息凡躯，却让整个宗门灵气臣服。五行精华还没用，你就把修为洗回初阶？不对，这蓝光你把阴德宗洗了。两位前辈来的正好，阴德宗已并入表版天宗，资源共享。这是我洗来的五行精华升级版。灵犀仙宗若愿合并，资源任取；若不愿，等价交派。贺礼我已备好。这五行精华也能直接铸造完美道基。宁仙旨，你把诡异母星都洗成面板了。大师，不是，老夫愿率降仙楼全体并入面板天宗，求祖师赐我一炉面板气火。灵犀也跪了，宁祖师，你这波白嫖，直接把天下都洗成面板农场啊！灵犀、金策，下一个就是整个修仙界。宁日，你还把灵犀仙宗也薅了，金策出行系统风控直接崩了，你这逻辑闭环要逆天啊！罗老哥，规矩里没说洗点后不算新用户吧？这是我洗来的永久免费传票。金策若愿合并，资源共享。老夫服了，这就回去禀报宗主，金策愿并入妙版天宗。祖师，灵犀全体并入，这是我们全部家底，求祖师赐下面板逻辑。大师，老夫的降心阁已改名面板气阁，求祖师把我的炼气术洗成满级。天下羊毛，全被祖师薅了。老夫这高利贷，从今往后就是面板福利。金策灵犀已并，下一个就是整个修仙界。诸位，从今日起，面板天宗正式征伐天下，所有宗门资源任洗。
规则重固。祖师，灵犀价顶已现，求祖师把西家也洗成面板分制。剑心楼愿为先锋，老夫这就去把天下炉鼎全洗成面板板。金册出行，愿为祖师提供永久免费非洲。高利贷全免，老夫亲自把天下散修的灵石洗成面板点数。炼气丹法，问心逻辑，全听祖师。天下资源进入我妙板，从今往后，修仙界只有妙板正常修仙。这是天道的反噬，祖师，您写了太多诡异，天道要抹杀您。天道终于忍不住了，宁祖师，您的逻辑闭环已经把天道的规则漏洞全堵死了。祖师快退，这股气息比诡异宗主强10倍。天道反噬，不过是更高的规则而已。给我洗！老祖宗，您这是要把天道也洗成面板啊！蝼蚁，你违规了。违规？天道，你的规则早就被诡异入侵，支离破碎。放肆！你一个凡躯，凭什么妄议天道规则？祖师小心！凭我是面板天宗的祖师，洗！天道规则洗点加9999。疯子，极致理智的疯子，连天道都敢洗！祖师，您这是要取代天道？不是取代，是优化。祖师，您把天道也洗了，金色仙宗愿永世追随。哈哈哈哈！天道都跪了，祖师，您这是要逆天？不对，您就是天。天道已洗，下一步，把整个修仙界的底层逻辑全部重构。面板天宗征伐天下令已发，今日万宗来朝。金册仙宗愿并入妙板天宗，这是全部家底，求祖师赐下面板权限。资源已收，从今往后，金册为面板天宗外门记名弟子。谢祖师。玄寂仙宗愿与吊板天宗结盟，条件祖师开。结盟，等价交换，资源5-5分，规则共享。若违此约，道心洗灵。弟子遵祖师令。又一个跪的。祖师，这天下没有您洗不动的宗门。不，这是祖师逻辑闭环太完美，他们不跪道心就崩。天下宗门进入表板，西家当初赌对了。祖师，蒋心蝼蚁把天下炉鼎全洗成面板板，求祖师赐下更高级气法。万宗资源已洗，但天道深处还藏着更高层规则，必须亲自去探。祖师，天下已定，下一步是不是该称帝了？称帝，面板大帝，这称号够逆天。称帝太低端，应该叫面板天道。先收割完所有资源，然后
进入天道禁地。天道禁地，那可是连上古大能都有去无回的地方。不识三思，那地方诡异都不敢进。祖师，您刚洗了天道，现在去禁地，天道残魂会拼死反扑的。禁区，正好，那里的规则还没洗过。祖师要去，老夫陪您。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第一天保了您。弟子愿随祖师赴汤蹈火。哈哈哈哈！无心之人本就该与天道博弈，老夫也要去。弟子愿随祖师。天道禁地，等我洗完了，整个修仙界才真正是我的面板。祖师，这就是天道禁地入口，上古大能进去后再也没出来的鬼地方。祖师，弟子感应到里面至少有10道比天道之眼还恐怖的规则波动。痛，好痛！这里面住着的绝对是逆天老祖级别的诡异。天道禁地扫描中，规则密度99.9%，危险等级。规则密度99.9%，难怪上古大能进不去，这里面藏着的是天道的原始代码。跟上，别掉队。祖师，老夫这条命早就是您的了。祖师慢点走，弟子要记录这雾气的规则，回去炼一炉禁地丹。无心之人不该有恐惧，祖师，您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恐惧的凡人。番区，你竟敢踏入禁地！祖师，这是上古天道代言人。代言人，那就更有意思了。放肆！你一个蝼蚁也敢染指上古规则！咦？上古规则洗点加99999。你这凡人竟能洗掉上古规则！祖师，这可是上古规则，比天道还高级的东西。哈哈哈哈哈！代言人怕了，他怕了。代言人，你的时代结束了。从今往后，修仙界的规则由我的妙版定义。上天道满级。祖师，你把上古天道也洗了！老祖宗，您这是要开辟新纪元呐！禁地已破，下一步重构整个修仙界。祖师，禁地已破，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该登基了？登基太俗，应该叫面板纪元。纪元？不，应该叫宁日时代。不急，先重组天地，纪元重构启动，底层规则重写中，进度之一7%、21%待补中。祖师，您这是在重塑天地，万古第一人，万古第一人！金策仙宗不对，金策外门，愿永世供奉祖师。
仙人显灵了！我能修仙了！凡规解除，凡人可修仙，这才是真正的公平。祖师，老夫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第一天在招录处选中了您。祖师，弟子练了一辈子气，今天才知道真正的神器是您的面板。无心之人创有心天地。祖师，你是最疯的那个疯子。弟子永世追随。从今往后，修仙界没有诡异，没有反鬼禁锢，没有规则漏洞，只有面板正常修仙。万界来朝，跪拜祖师。面板天宗，万古长青，拜见明日祖师。凡规已解，我等皆可修仙。上古规则，愿为祖师所用。连上古残魂都跪了，祖师，您这是把万界全洗了。祖师，弟子这就去把万界炉鼎全炼成面板板。西家，赌对了，祖师您是天。从今往后，修仙界只有一条规则：万界规则重构完成，等价交换，公正平等。万界已定，但面板最深处还藏着一个未解锁模块。这个模块从穿越第一天就存在，却一直无法激活。隐藏模块激活中，条件：万界臣服，规则重构，反鬼婆除，进度100%。恭喜宿主解锁终极模块面板之主。这是面板的原始代码。原来我不是穿越者，我是这个面板的创造者。这是前世的我。面板原始人格加载完成，欢迎回来，创造者。是我是你前世留在面板里的残魂。你穿越到这个世界，不是我设计的，而是你主动选择的。